李老师啊，谢谢你又一次光临我们的百元说税节目。跟您谈嘛，总归要谈信息技术哈。最近的话，我们同济大学开办了这么一个专业，什么叫工程物联网？大家对互联网是熟悉的，对物联网也是熟悉的。现在是工程互联网，这个上面您能不能就是说把这个工程互联网啊，它和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白老师啊，非常感谢，也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到白云说税。最近呢，我们教育部在4月底的时候公布了，同济大学新增设了一个工程互联网专业。那这个专业呢，是一个交叉的专业，它强调的是就是大工程和大信息的交叉。它的背景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大的基础设施啊，这样的大的工程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生命周期当中的一个叫做运行的周期的这个过程中。那么我们要想让它智能化、绿色化这个高效的运行的话，又能够保障安全、经济运行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用信息化的技术来跟它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用哪些信息技术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有这个互联网，有物联网。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互联网是最早诞生的，互联网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诞生于美国这个 ARPANET。那么它的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呢，是要解决一个信息的一个互联的问题。那么后来呢，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这个电脑之间的这个互联问题解决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叫做物联的阶段，就是物和物之间要连。所以呢，其实从发展阶段上说呢，是先是有互联网，然后呢是有物联网。那我们这个工程互联网为什么把它称之为工程互联网呢？因为呢，我们互联的这个对象，它不仅仅是物和物，工程互联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巨系统的一个互联，这其中包括还有人在里面，因为我们工程呢建设呢是给人服务的，包括我们的人的舒适、人的运动、人的这个人流等等，所以呢我们用的是工程互联网。李老师，因为你前面讲到这个互联网是沟通交流的，可是沟通交流本来就是有人参与的，所以在这个方面你能不能再进一步的解释一下？好，白老师是这样，我呢来解释一下呢，就是互联网它的发展的这个几个阶段。就是我刚才提到互联网呢是上个世纪50年代这个在美国这个诞生的。那么它发展到今天呢，首先是经历了一个信息互联的阶段，就是说我们电脑信息之间的这个传输的信息互联的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感受到了，它叫做消费互联，就是我们现在买东西都是网购了，就是叫做消费互联。那进一步的发展呢，就是互联网呢就现在进入到第3个阶段。这第3个阶段呢，就是解决了我们叫生产互联。生产互联呢，包括工厂内的生产互联，以及呢工厂外的这种工程的互联。那么在工厂内的互联呢，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工业互联网。那么我们在工厂外的这种工程的互联呢，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工程互联网。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工程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这个的差别在哪里？这个差别呢，简单的说呢，就是第一，它的互联的对象不一样。工业互联呢，它主要是在工厂内这些生产要素的互联，它要解决的问题呢是生产流程的优化以及生产供应链的这个优化。那么工程互联呢，它连接的是我们说室外的这种大范围的这个工程，所以它连接的对象是工程，它要解决的问题呢是工程的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的运行，它的目的也不一样，范围管得多了因为在工厂是在一个车间里面，我的主要的目的生产出这样一个产品，但是我们做工程的话是和一个社会有交互的，是吧？做工程的过程有个交互，所以这个范围就广得很多。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工程的互联网是这么一个作用。那可是比如说教育部为什么以前没有
2年3年以前没有提出来，而是在这个时间窗口上提出要开办这样一个专业呢？这也是我觉得一个是双向奔赴的一个结果。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的工程行业经过我们国家这些年飞速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到了由建设为主的时期，到运行的这个时期了。我们的建设数量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了，进入运行期，它需要用信息技术来进行赋能，解决我安全、高效、绿色运行的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信息技术的飞速的发展，到了今天，到了 AI 的时代， AI 从我们说的叫能存会算，到这个能听会说，到能思考会推理，它已经具备了跟各行各业融入在一起的这个能力了。所以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结果。工程需要信息来赋能，AI 被这些信息技术要找到它的场景，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结合，到了这么一个时间点了，因此也就诞生了我们这个工程互联网专业。实际上是本身我们这个 AI 的技术发展到这么一个水平了啊，如果没有到这样一个水平的话，你开一个工程互联网的话，你就缺少了一个赋能啊，缺少了一个人工智能的赋能。另外的话呢，我们的工程的主要的目标，我们国家也从建设转到至少建设和运营是并重，甚至于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未来的话肯定是运营要比建设更重要，是吧？那么这个运营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既然是要人工智能来赋能，那我们就需要大数据，是吧？大数据是人工智能基础。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是要用工程互联网的这样一种知识结构体系啊，用它的一种方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对未来的学生的将来他们是工程师的一个要求，对，可以这么说啊。我明白了，这个是开设工程互联网的这个目的意义还是很清楚的。那么为什么是选择同济呢？这个也跟我们同济的这个历史，以及我们现在同济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同济呢是一所以工科见长的一所高校，我们同济的就是土木、建筑、环境、交通等等这些专业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在全世界都很知名啊，甚至有的都是在国际上的排名都是第一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它这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第二呢，同济这所高校这几年了的发展，在人工智能、在信息这个学科上，应该是在全国也是率先走向工程智能的这个方向。我们同济在去年还专门成立了工程智能研究院，在那之前也成立了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研究中心等等等等。就是同济在这几年的过程中，一直布局在信息化跟工程在深度结合上，已经做了多年的这个布局，而且这几年也呈加速的这个趋势，因此自然而然的就是由同济来牵头来做这个工程互联网这个专业。我们同济大学呢，还在就是几年之前吧，当时就是跟上海市联合成立了中国数字城市研究院啊。这个数字城市研究院呢，也是致力于给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提供这种赋能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这个数字城市研究院也是我们同济大学在转型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托的一个研究机构。我注意到啊，我们同济以前30-40年以前，我们同济大学的校长一般也都是工程专业的啊。最近2年，我看到我们同济的校长好像也是信息专业的专家，是不是？啊，是的，就是我们同济的校长应该就是陈杰校长现在后来做了教育部副部长，后来又到了哈工大。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同济的党委书记郑庆华书记也是信息口的这个院士，所以呢，应该说这几年的校长也都是信息类的。这个实际上蛮能说明问题的哈，因为我们整个一个学校的一个掌舵人都是信息方面的技术的专家哈，然后跟我们传统的土木工程能够很好的结合起来。这样的话，以后我们有学生
报考统计啊，选择这个专业，那么他们具体学的内容是哪些方面呢？我们针对这个工程互联网，它本身既要懂工程，又要懂信息的这个特点，所以呢，我们设置的这个知识学习的这个体系呢，用6个字可以概括，叫做力电信感算控。首先呢，你要懂工程，就要懂力学，然后呢，信息类呢，你要懂电子，你要懂信息，你要懂感知，你要懂计算，还得懂控制。所以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力电信感算控啊，这6个字。这样呢，就是说可以做到我们培养的学生既懂工程又懂信息。他这样今后出去之后呢，就是说既可以去做工程信息化的一些事情，也可以从事我们说的 AI 的专业里面给工程赋能的这些事情。它这个学科的这个知识啊，我们是这样设计的。但这个6个字的顺序啊，有的时候前后我们可以稍微的这个调整一下，但是意思就是我们这6个方面。我感觉到像学的这些内容哈，它以后出去的话，它不是我们理解的狭义的一个土木工程。其实一个整个城市的管理，未来的城市都是智慧城市啊。其实未来的城市管理需要的这个。你从事这方面这个专业的人士啊，也是需要这些知识，是不是？是的，就是我们工程互联网，我们一直强调它是为人服务的，所以这里面我们是要以人为本，还很强调这种人文的这种情怀、管理的知识，所以就是您说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复合型的一个培养的一个目标。李老师啊，讲到这个城市的运营管理啊，将来要用那个工程互联网的话，实际上是不是说我们这个城市实际上是一个有生命体的？比如说它有水管啊、供电啊，有方方面面的，是不是啊？也是一个网络啊。那么这些方面的网络和您这个工程互联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你是整合它呢，还是怎么样？是这样，白老师，您提的这个问题呢，跟国家现在最近提出来的6张网的建设就是密切相关。国家提出了建设的这6张网，就是包括了水网，包括了电网，包括了地下管网，包括了物流网，以及新型通信网和算力网。新型通信网和算力网呢，实际上是构成了我工程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支撑我来建这个工程互联网。我这个工程互联网建好了之后呢，就可以给刚才提到的水网、电网、地下管网、物流网可以赋能，让它变成一种新型的智能的基础设施。我们可以用工程互联网来统领这个城市的这些物理的这些网。那应该说，这个工程互联网在国家提出6张网的前提下，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工程互联网作为一个统领这么一个作用了。所以这个专业应该是说是作为城市生命体管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和工具了。这样呢，听下来哈，我感觉到我们同济本来就是一个工科类的大学，是吧？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开办这样一个工程互联网这个专业啊，和我们同济大学的这个传统其实是完全一致的，也是我们同济的强项啊。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你能够到我们白云说水节目来，把这样的一个。至少我看来还是需要进一步那个理解的这些你讲的也是很清楚的，非常感谢您。好的，谢谢白老师。好了，今天的白云说水节目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让我们下次再见。